上一世我众叛亲离，师尊将我丢下万劫台，我神魂俱灭。叶无双，你私通魔族，妄图染指神器，罪大恶极！听着师尊最后的怒骂，我闭上眼睛，意识陷入无边黑暗后，我才知道，原来我是某本书中的恶毒女配，所以我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给原书女主柳如烟以及为窃骨者萧长风提供各种机缘，助他们飞升，然后再被狠狠厌弃。于是，当我重新睁开眼睛时，我笑了。既然他们把剧本给我了，那我还等什么呢？赶紧的！拿上记忆藏宝图，按图索骥，沿着上辈子的记忆，把属于我的神骨提前收回来。什么本命残阳剑、远古烛龙的宝物、秘境神草，这辈子他们边都别想挨着，我要通通都物归原主。至于萧长风、柳如烟等人能不能突破境界，能不能飞升，关我什么事呢？吃屁去吧！坐以待毙从不是我的风格，宽容大度从不是我的选择。当我再次睁开双眼，回到那个所谓的气运之女刚被师尊玄机子领进天道盟的时候，我用舌头顶住腮帮子，然后狠狠地笑了。好，很好，非常好，他们都还在呢，都还活着，一个个人模狗样，仙风道骨的样子。好啊，活着好啊。活着，我才能享受慢慢抽回神骨的快感啊！玄机子将柳如烟领到众师兄弟中间，向他们介绍柳如烟的姓名、来历。我眼看着一群师兄弟在见到柳如烟的一瞬间，眼中便泛起了光彩，心道：不愧是带有系统的原书女主啊！光环一开，就能让这么多男人同时对她一见钟情。我远远地站着，冷眼看着，并不打算上前听见他们的对话，每一句都与前世重合。我轻轻合上双眼，握紧了手中的剑柄。我真的重生了，一定是天道都看不过眼了，才会给我这个重活一世的机会。前世的我到底为何会那么愚蠢，蠢到将自己的一切都拱手让出，任由这群蚂蟥趴在我身上吸血，我却从不反抗。我不承认那个我是真正的我，我是剑神转世，向来讲究的便是刚强正直，宁折不弯，又怎可能任人折辱而无动于衷？就算我愿意，我手里的残阳剑会愿意吗？所以前世的我要么是被邪祟附体，要么就是被夺舍了，不然无法解释这种矛盾。但无论如何，既然我重生了，那么我再不会将自己的人生轻易交给他人操控。如果真的有邪祟要将我附体，甚至是夺舍，那我就让他明白什么叫剑神的魂。师兄们对我太好了，能成为大家之中的一员是我的荣幸，以后我一定会勤加修炼，不辜负师尊师兄们对我的期望。咦，那个人是？柳如烟从人群的缝隙中看见我的身影，刚开口询问，却觉得眼前一花，那个地方早已空无一人。好奇怪，我明明看到有个女子站在那里，怎么一眨眼的功夫她就不见了？柳如烟轻轻揉着自己的双眼，努力去看，一直没看见我的踪迹。方才惊鸿一瞥，快得像是一个幻觉。柳如烟忍下心中的疑惑和不适，再次扬起笑容，与师兄们谈笑起来。上辈子女主第一次见我，便看上我的本命残阳剑，非要我将剑送给她。我一口回绝，于是所有人都围攻我，说我不大度，说我心胸狭隘，说我气量小，连一把剑都舍不得给师妹当见面礼。这群垃圾竟然说得出这种话，连一把剑都舍不得，他竟然说得出这种狗屁话。一遇到柳如烟，他们就连自己是什么东西都忘了。我是剑修，天道盟里的所有人都是剑修，他们身为剑修，怎么有脸对着另一个剑修说出这种厚颜无耻的话？对于剑修而言，最重要的不就是剑吗？更何况是本命剑，一见面就开口要别人的本命剑，若是放在别的剑修身上，早就一剑将他劈成两半了。而我甚至没有动怒，只是当他刚入门，不了解本命剑对于剑修的重要性，所以连拒绝他都是和颜悦色的拒绝，一句重话都没有说。结果瞬间被那群智障扣了一大堆帽子，包括我的好师尊玄机子，他是真的好啊，就因为我不肯将本命剑让出去，他竟然罚我再悔过崖受雷鞭9981道。既然知道和柳如烟见面会有这么多的后续，我又怎么会傻乎乎的撞上去呢？我现在的修为还不足以碾压那群窃贼，正面撞上只有我吃亏，毕竟那群傻屌听不懂人话，也不会跟我讲道理，所以我更要低调行事，尽量避着些柳如烟和他的后宫。换言之，我要尽量避着大半个天道盟的人。无所谓，反正我也不打算留在天道盟消磨时间，有了上一世的记忆，我怎么可能还留在天道盟与那群讲不通道理的浑人纠缠呢？肯定是要提前去把所有的神古宝物全部收归本体啊！回头等他们发现他们想找的宝物早已被正主拿走了，他们会是什么表情？一定很精彩。我笑了笑，我的抉择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就在我刚离开的当天晚上，首席大弟子萧长风便来到我的洞府，强行破坏了我设下的结界，使劲拍我的门，要我出去谈话。刘颖石在洞府外监视萧长风，根本没发现自己的所作所为正在被记录下来。如果我将强行破坏同门洞府结界的行为告发到执法堂，一般人都要吃不了兜着走的。但窃骨者不是一般人，他是首席，而首席总有着异于常人的声望和气运，所以就算真的告到执法堂，估计也是高高拿起，轻轻放下，伤不到萧长风分毫。毕竟执法堂里好几个长老都对萧长风有着很高的期望，期待他可以早日突破境界，带领整个天道盟飞升。所以我只是记录，却没打算这么快拿去用。底牌吗？不能一下子全部掀开，那些留影石不只能记录，还有千里传音的功能。
功能。我仔细听了片刻，才知道萧长风为什么来找我，原来还是为了白天的事。不止柳如烟看见了我，他也看见我了，而我不辞而别的举动在他眼中无异于大逆不道。从他见到柳如烟的那一刹那起，所有人但凡对柳如烟有一丝半好的不恭敬，在他眼里都算大逆不道。因为他喜欢柳如烟，所以他认定柳如烟值得世间最好的一切，而这一切还必须要他人跪着捧到柳如烟面前他才满意，哪来的巨婴傻屌？说实话，我其实不明白天道盟的长老们为什么非要将飞升的希望捆绑在萧长风身上。萧长风如今只是区元婴，按照常理而言，元婴级别的修士想到达飞升的程度，少说也要数千年的修炼时间，那还算是快的。而天道盟的长老至少也是化神级，想飞升的话，自己努力突破一下境界不是更快吗？干嘛要将希望全部寄托在一个元婴身上呢？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再说，已经多少年没有人飞升了，传说登天梯早已断了，飞升不过是个幻梦而已。人活到一定岁数，该死的就去死吧，活那么久有什么用呢？想不明白，我懒得再想。关闭留影时，保存好萧长风硬闯我洞府的影像，站上残阳剑，前往洛神渊。我与剑合为一体，化作一道流星划过天际。洛神渊就在眼前了。传说洛神渊有许多上古神草，更有吞山饮海的远古烛龙潜伏其中，守卫着这些神草。修士们前赴后继，却全部折戟沉沙，葬送在洛神渊脚下，连神草长什么样都不知道。随着岁月更迭，洛神渊的死气越来越重，到最后已经完全不适宜修士们探索。但凡靠近一些，都会被死气侵蚀，大大影响未来的修行。于是，渐渐的，洛神渊所在的小岛就变成了一座无人敢靠近的禁地。因为洛神渊溢出的死气已经将整座小岛都笼罩起来了，常人根本无法窥视里面的任何动静。当来到洛神渊上空，看着底下那一大团灰白色的死气在汩汩涌动，我心中毫无波澜。这样壮丽的景色，上辈子我已经见过一次了。我捏了个避水诀，轻飘飘落在水面上，我的本命剑残阳重新回到我手中，被我弹了一下，发出了清越的凤鸣。残阳的笑鸣将浓重的死气推开了一些，我微微笑了。洛神渊的死气确实是让修士们很头疼，但巧的是，我的本命剑残阳本就是我神骨所化，恰好克制这些死气。我想这也许就是柳如烟强行要走我的剑的原因吧。她或许并不知道自己为何非要这把剑不可，但身为原书女主的贪婪本能使她对于属于我的神力有着特殊的渴求。她身上的系统让她感觉到我的剑对她有用，所以她才一定要夺走。所谓强盗就是如此吧。我竖起残阳剑，手掌贴在剑身上，仔细感受着死气涌动的轨迹。开山裂石，第9式。我怒喝一声，手中的剑凌空划过，无数道凌厉剑气直射入灰白死气之中。灰白死气剧烈爆炸，碎石被炸得漫天飞舞，剑厚厚的尘土扬起，金色的光泽取代了灰白。我眼前被劈出了一条清灵干净的山道。我看了眼手中的残阳，原来如此简单。当年失去了本命剑，九死一生才闯进洛神渊，期间身体早已被死气侵蚀殆尽，我的金丹也因此而染上了不祥的灰白，隐隐还裂开了缝隙。我原以为只要拿到洛神渊里的金丝龙显草，我就可以修补自身，还可以让境界更上一层，却不料柳如烟和萧长风拿着我的本命剑，轻轻松松赶超了我，抢在我前头把金丝龙显草夺走，还故意将守卫洛神渊的远古烛龙引到我这边。我为了逃命，慌不择路，虽然最终逃了一条命，但烛龙在追逐我的过程中，渐渐嗅闻到了更多人类修士的气味。他为了吞噬更多的人类修士，自己闻着味儿去了修士聚集的仙门，最终许多人猝不及防之下变成了烛龙腹中之物。柳如烟和萧长风恶人先告状，说是我将烛龙放出来的，我百口莫辩，而整个天道盟都受到那窃贼的影响，以至于根本没有人相信我，也没有人愿意彻查真相还我清白。我就这么被扔下万劫台。想到此处，我咬紧后槽牙，自嘲、痛悔、怨恨种种情绪交织。我冷笑一声，提剑朝渊内走去，说我纵放烛龙，好啊，那这一世我便真的纵放一次。洛神渊一片祥和之色，乍一看，这里根本没有任何危险，漫山遍野的绿荫，肆意绽放的花朵，还有羽毛明艳的小鸟停在枝头理着自己的羽毛。就在不远处，有一棵遮天蔽日的大树，树洞里光芒大盛，仔细分辨，光里面静静伫立着一株金色的龙显草，树洞里的光恰恰是龙显草上的脉络发出，光芒越盛，代表着这株龙显草蕴含的神力越强。龙显草就那么安静地散发着光辉，仿佛引诱着外来者去采摘，但我知道，那其实是我前世的一缕发丝所化，一旦伸手摘了那株龙显草，我的生命就会进入倒计时。镇守此地的远古烛龙不是闹着玩的。我走过去，站在树洞前，仰头大喊：老烛，可否出来一见？四周静悄悄，只有小鸟被我的声音惊飞，龙显草依旧散发着光辉。我又喊：老烛，你不出来，我就把这株草拔了。一旦龙显草拔出来，就没办法再种回去，而失去了龙显草的洛神渊，便再也不复如今的光景。你花了数万年守护的一片安息之地，会一夜之间变回死地。话音刚落，大地开始震动，我使出千斤坠的功夫立在原地不动，地面正颤的时候，我面前遮天蔽日的大树也开始抖动起来，树上的木纹开始如水般流动，再一眨眼，木纹不知何时变成了龙鳞，随着巨大龙身的游动，龙鳞在我面前来回反复的变换，看得我眼花缭乱。我闭上双眼，但我在睁开眼
眼时，地面已经停止了震动，而一颗巨大的龙头正对着我，两只发着金光的树瞳龙眼威严地盯着我。烛龙盘起来的龙身如一座高山，沉重的压迫感袭来，即便我拼命后仰，脑袋都很难完全看清龙身全貌。我是那么的渺小，小到我整个人都比不上烛龙一只眼睛大。再看四周，周围早已没有了活物的动静，唯独山头依旧鲜花遍地。烛龙盘旋的龙身里依然透着龙涎草的光辉。区区一只虫子。烛龙露出尖锐獠牙冷笑，在你死之前，本座允许你留下遗言。如果说不害怕，那一定是骗人的，毕竟我现在是凡人之躯。面对远古烛龙的神威，身体依旧控制不住地颤抖起来。烛龙似乎很满意自己对我造成的威吓，他将我的每一丝震颤都收入眼底，龙瞳中流露出促狭又轻蔑的笑意。我有灵凤的下落。我话音未落，整个人便不受控制地弹向高空，紧接着被一条粗壮的龙尾卷缠住。说下去。烛龙眼中的促狭光芒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熊熊怒火，仿佛只要我哪一句话没说对，他便会立刻将我绞杀。但我没有忽略那被隐藏在怒火背后的不敢置信的期盼。是啊，毕竟上辈子他为了灵凤的一片龟甲就血洗了神陨之地，如今听到灵凤的消息，他怎会不激动？我说，我知道他在哪里，但我需要你先帮我一个忙，事成之后我才能将他的下落告诉你。本座看你是想现在就去死。我坚定地回答，我如今不过一条残命，你就算拿走，对你也没有什么好处。你缺这一口凡人肉吗？但如果你愿意帮我收回神骨，我保证事成之后，你一定能得到灵凤的确切位置。我以我的神魂起誓，如果你担心我跑了，我可以和你结主仆妻，一旦违背誓言，立时魂飞魄散。你意下如何？我慢慢走出了洛神渊，阳光照在脸上，我一时间恍如隔世，捏了捏腰间的储物袋，我心中安定了许多。储物袋中有一块烛龙的逆鳞，烛龙尾巴尖上最坚硬最锋利的龙骨，以及烛龙换下的一颗獠牙。我扒开衣领，看向自己的心口处，那里果然多了一个金色的龙形印记。烛龙给我种下了他的守护印记，如此一来，不管我去哪里，做了什么，说了什么，烛龙都能实时感应。若我有半点危险，它可以立刻破空而来，但无所谓，这也是我的一张底牌了。我笑了笑，跳上了残阳剑。下一站神兵谷，萧长风硬闯我的洞府，却不得其门而入，我也始终未出现，他无法，只能铩羽而归。路过柳如烟的院子时，他心念一动，脚步转向了柳如烟所在的地方，而柳如烟正在屋子里与系统对话。你说什么？气运之子不在天道盟？对，刚才我扫描了所有人，包括你的师尊在内，没有一人是气运之子。怎么会？萧长风也不是气运之子吗？他明明是男主啊！他的运势确实是所有人之中最强的，但要说是气运之子，他还不够格。这不可能，我今天已经把天道盟所有的男性生物都接触过了。你是不是出 bug 了？柳如烟不愿相信事实，而且更糟糕的是，从刚刚开始，他们的气运值开始缓慢的下降了。这又是为什么？可能是气运之子做了什么。宿主，你要明白，所谓的气运是恒定的，你多拿一些，别人就势必少拿一些，他们的气运不会无端消失。所以是去了哪里呢？去了气运之子身上。一定是的。柳如烟咬着大拇指低声呢喃。那我现在要怎么办？宿主可以先去查探一下天道盟弟子的名册，搞清楚到底是谁离开了天道盟，然后再逐步确认究竟谁才是气运之子。柳如烟和系统的对话刚结束，他门外便传来了敲门声，是萧长风。柳如烟立刻端正表情，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裙和发髻，然后才过去开门。萧长风定定地看着他，我就是来看看你，怕你第一天在这里过夜会害怕。谢谢大师兄关心我，虽然刚才是有点害怕，但现在看到大师兄，我突然就觉得很安心了。柳如烟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萧长风也笑了。那就好。对了，你还没见过叶无双吧？她是你的师姐啊。我还有个师姐。柳如烟忽然想起了什么。其实今天玄机子介绍你的时候她也在，但不知为何她没有过来与你见礼，反而悄无声息地消失了。柳如烟心脏狂跳。那你知不知道叶师姐去了哪里，又要何时才能回来？她是个孤儿，无父无母，自然也没有家，所以她不会是回故乡探望爹娘。以她那不讨喜的冷性子，估计是去哪里逍遥了吧。也就是说，归期不定。那可不行啊，她有气运值的任务需要做，而且很着急。大师兄，我有一件事想请求您。柳如烟拉住萧长风的手，恳切道。求您带我去找叶师姐好吗？我驰骋在飞往神兵谷的路上。神兵谷是修仙界最有名的制作法器宝具的地方。这个宗门的人武力值也许不是最强的，但是他们只要打开了自己的法器库，你最好赶紧躺地上，求他们高抬贵手，饶你一命。我手中的烛龙宝物，唯有神兵谷有能力处理。上一世，柳如烟和萧长风并没有能够得到这么多烛龙宝物，他们趁着烛龙追我的空当，悄悄潜入龙窝，拿了一些别的宝物。后来，他们带着金丝龙涎草一路潜逃回天道盟。当时他们拿走的宝物里有一片龟甲，这片龟甲印的天怒人怨，什么法器往上面招呼都不带留一丝划痕，依旧光滑如镜。他们别无他法，才找到了神兵谷的谷主，请求谷主出手为他们炼制这片龟甲。也正是这片龟甲，让烛龙暴怒，血洗了神陨之地。重来一世，我自然不会傻到进龙窝去偷龟甲。我选择用灵凤的下落与烛龙做交易，换取我自己要的东西。然而烛龙的宝物与那片龟甲一样，都属于神器级别的材料，不是道行极高的炼器师，根本拿他们毫无办法。幸亏有上一世的经历，我知道神兵谷里还藏着一个神级炼器师，而此时的神兵谷里还没有人知
知道这个炼器师的存在，没有人知道，在神冰谷某个已被废弃的炼剑池最深处，还有一个人始终不曾离开过。借助障眼法，我顺利躲开神冰谷的弟子们，一路溜到了那个废弃的炼剑池。传说中的鬼手婆婆果然就在那里。弟子叶无双拜见鬼手婆婆。我朝那佝偻的背影深深鞠躬作揖。苍老的背影顿了顿，慢慢转过身来，那是一个老妇人，她穿着单薄的粗布麻衣，裸露出来的手臂上却肌肉发达。她看了我一眼，没说话，却先拿起了手边半人高的大榔头。你并非神冰谷弟子，可知擅闯神冰谷禁地是何罪？弟子相信，就算犯了再重的罪，大师只要看见这些东西，一定会谅解弟子的。我假装没看见他手中的大榔头，径自从储物袋中拿出烛龙的逆鳞、龙骨以及獠牙。大榔头掉落在地，老妇人以肉眼难以捕捉的速度窜到我面前，一把抓住我手中的烛龙逆鳞，一入手，那柔韧阴凉又隐隐带着灼烧感的特殊触感，让老妇人瞬间确认，这绝对就是烛龙的鳞片。烛龙性至阳，天生又是属火的，所以它的鳞片才会既阴凉又灼烧，很矛盾的感觉，只要亲手触及，就绝不会错认。你想要什么？老妇人着迷地抚摸着3件宝物，根本没空抬眼看我。过了许久，老妇人终于抬起头，认真地看着我，似乎在探查我的来历。藏剑种这情报非顶级炼器师不可知，我这个外行人又是如何得知的呢？他肯定很好奇，但他并没有追问，反而笑道：既然你知道藏剑种，你也定然想好该如何去往那里了。我点头，知道。灵渊秘境再过9天便会开启，届时无数的修士都会去往秘境寻宝，我会把您带过去。老妇人笑了，光带过去还不行，小丫头，你知道炼制这些宝物，以我的实力，至少也需要30年嘛。我噎住，30年？怎么会呢？上辈子鬼手婆婆炼制那片龟甲也才几天功夫而已啊。藏剑种中的时间流速比现世快，换算成现世的时间大概需要9天左右。听到这里，我大松一口气。但是在我进入藏剑种之后，你要在外面为我护法，我没有炼制完是无法出来的。而你在我没出来之前，你也不能离开。老妇人眼中透出几分促狭笑意。你能撑到我出来吗？我深深吸了一口气。9天，若我在秘境中不停地移动，那自然是无惧敌人袭击，打不过我还能跑。但如果要为鬼手婆婆护法，那我就只能定在藏剑种附近，不能走开。如果有人想强行闯进去，我还得将自己定在入口处死战，简直成了一个固定的靶子了。当一个固定的靶子9天，他问我能不能守得住。一瞬间，我脑子里闪过许多上一世的画面。我在悔过崖被雷鞭抽打，我被烛龙追杀，我跪在地上被剔骨抽筋，能不能守住？不是这样的，在我这里没有不能这个选项，必须能，否则我就得死。我用偷来的窥天镜偷看柳如烟和萧长风的行程。柳如烟在萧长风的带领下一路追查，发现我的一切行踪都指向了洛神渊，于是他们马不停蹄地赶到了洛神渊。萧长风看着满山的灰白死气，眉头紧紧拧了起来。如烟、叶无双应该不在这里。柳如烟的眉头皱得比萧长风更深，他在脑中拼命大喊：系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不是说叶无双在这里的吗？这里残留了叶无双的气息，他确实来过这里。柳如烟生气，这么浓的死气，你倒是告诉我他是怎么进去的。如果宿主真的想知道，可以花50点气运值购买洛神渊道具哦。50点！柳如烟震惊了，我辛辛苦苦做任务攒了那么久，才攒了300点气运值，你一个破道具就要50点，你要不要脸？宿主可以不买，但请不要侮辱系统。柳如烟气笑了，如果不是出发之前，他软磨硬泡缠着大师兄，让他调取这2天离宗的弟子名册给自己看，而名册记录显示的确只有叶无双一人离开了宗门，他是无论如何都不愿相信这位素未谋面的师姐叶无双，她真的就是气运之子。搞什么气运之子？为什么会是个女人？她凭什么呀？只是再觉得不忿也没有用，他必须尽快找到叶无双，并且攻略她，所以他没有办法，他只能选择氪金，忍着肉痛拿到攻略道具。柳如烟夹着嗓子，声音柔媚的像水一样：大师兄，要不你试试用剑气驱散这些死气？我听说天道盟有一门剑法，可以破世间一切妖邪，大师兄不妨一试啊。萧长风想了想，点头同意。也好，他拿起剑，对准死气狠狠一挥。柳如烟趁此机会将道具抛出去，死气顿时被驱逐一空，仿佛是萧长风用剑气斩断的一样。大师兄太厉害了！柳如烟开心的鼓掌。我们快去山里看看吧，叶师姐说不定就在里面呢。两人一路畅通无阻地跑到洛神渊深处，毫无悬念地看见了那株龙涎草。龙涎草依旧是安静地伫立着，散发着耀目的光辉。柳如烟不认识龙涎草，但那架势她一看就明白，此物绝非凡品。她小心翼翼看了萧长风一眼，努力克制住想要冲出去的脚步，扯住萧长风的袖子，将他从恍惚中惊醒。大师兄，那是什么？萧长风如梦初醒，他眨眨眼，呼吸变得急促，脸色也涨红起来。他没想到竟然能在这里误打误撞地遇见了龙涎草，这么大的机缘，竟然就这么轻易地出现了。这是他的机缘，属于他的机缘。萧长风忘记了柳如烟就在他身旁，他快步冲上前去，准备将龙涎草采摘下来，据为己有。谁知刚走2步，一道金色巨影急速挥来，两人根本来不及反应，瞬间被抽飞出去。
等他们俩从昏厥中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躺在小岛的海岸边，清咸的海水将他们浑身都充实透了。那是什么？柳如烟捂着胸口剧烈咳嗽，血液随着她的咳嗽飞溅而出，滴落地面，宛如一朵朵娇艳的红梅。柳如烟从未受过如此重的伤，她盯着被自己吐出的血染红了的衣襟，惊呆了。他妈的！他到底造了什么孽？见柳如烟和萧长风这么惨，我心情大好的收起了窥天镜。我早与鬼手婆婆约定好，9天后我会在秘境开启之前去炼剑池接她。而在这9天时间里，我争分夺秒的赶往修仙界最大的拍卖会所万宝阁。万宝阁什么都能拍卖，也会提供许多不同的服务，如提供私下交易场所、私人护卫等，也经常会充当中间人的角色，居中裁决许多宝物纠纷。其中万宝阁有一项最特殊的拍卖项目——灵兽斗技场。斗技场中的灵兽是不单卖的，想获得灵兽，首先需要有2名买家，而买家各自挑选1只灵兽，然后万宝阁将2只灵兽都放入斗技场，逼迫2只灵兽开始厮杀，最终活下来的那只选中他的买家就必须买下来，而且价格是2只灵兽加起来的总和。一开始听见这个设定，众人都觉得万宝阁是疯了，谁会闲着没事让好好的2只灵兽去厮杀，死剩1只再花双倍的价钱买下，直接出钱1人买1只，不香吗？后来看到许多宗门都刻意选择了这种方式购买灵兽，众人才慢慢回过味来，灵兽原本就是很稀有的，难得有1只，都是大家抢着要。可是万宝阁这种做法恰好就给了某些人报仇的机会。来斗技场的买家多半是彼此有过节，又不能在明面上撕破脸的，于是便借着买灵兽的由头，到这里各自购买1只灵兽，让灵兽代替自己去撕对方。一旦赢了，自己这边有灵兽，而对方却没有灵兽，看着对方有钱都买不到灵兽抓耳挠腮的模样，简直不要太爽。为此多付1倍的价格又如何？前世柳如烟故意缠着二师兄，要求二师兄赵断流带他来见见世面。执法堂主赵断流一心想与他亲近，对他的要求自然是无有不应的。柳如烟进了斗技场，在选择灵兽的时候，故意选了1只没有多少攻击力的灵狐幼崽。灵狐幼崽一上场，没2下便被对方买家的炎火金虎咬死。灵狐幼崽甚至没来得及放出任何一个法术，或许他根本还没学会什么像样的攻击类法术。而柳如烟为什么会选这么1只毫无胜算的灵狐幼崽去和对方的炎火金虎搏斗？因为他认出了对方买家是罗刹鬼王，他为了卖给魔尊一个人情，故意选了灵狐幼崽。这放水放的瞎子都看得出来，他是在对罗刹鬼王故意示好。但即便如此，赵断流也不舍得斥责他。不仅如此，他反而还吃上醋了，将柳如烟拉进某个无人的包厢里，把他摁在墙上，一边啃咬他嫩白的脖颈，一边恶狠狠地命令他不许再看别的男人一眼。柳如烟本来没有拒绝赵断流的侵犯，但是当他听见魔尊的脚步声在外面响起，他立刻哭闹着挣扎起来。魔尊闻声便认出是方才那个俏丽可人，还特地对自己放水的女孩子在哭喊。他立刻冲进包厢与赵断流打成一团，两人打得不可开交。柳如烟怎么哭求他们别打了，他们都没听，直至将万宝阁拆了一半，罗刹鬼王才意犹未尽的收手，顺便将柳如烟掳走。赵断流弄丢了柳如烟，回去便被玄机子狠狠罚了一通。至于我是为什么知道的如此详细，因为当时我就在现场，是柳如烟强行要求我一起跟去的，我没办法抗拒其他人的压迫，只能一起去。也所以当赵断流受责罚的时候，他顺势将锅丢在我头上。柳如烟怪我故意没有提醒他魔尊就在门外，他怪我没有帮他一起对付魔尊，他怪我在柳如烟被掳走的时候没有拼死上去挽救，所以他被玄机子骂了一通，外加关禁闭1个月，而我则是被罚雷鞭20道，差点将我的神骨打碎，太可笑了，真是太可笑了。而更可笑的事情还在后头。傍晚，灵狐幼崽的母亲九尾天狐赶到了万宝阁，在一片废墟中，她找到了自己孩子残破的尸体。九尾天狐汲取了万宝阁侍从的记忆，才知道原来自己的孩子是被一个人类修士故意送上斗技场的，原本差一点点，他就可以找到自己的孩子。九尾天狐眼角流出了血泪，他呲起獠牙，朝我们天道盟奔袭而来，他要为自己的孩子报仇。他扬言要天道盟将名为柳如烟的人类修士交出来，只要交出柳如烟，还可以不伤及无辜。能在如此暴怒之下还能保持最低限度的理智，九尾天狐真的是很努力了。可谁知道那群蠢货不仅完全不想交出柳如烟，他们竟还胆敢将我交出去。他们指着我对九尾天狐说，我就是柳如烟，要杀要剐悉听尊便。九尾天狐当即仰天长啸，眼角血泪如断了线的珠子扑簌簌落在我身上。我怔怔地望着他，我感觉不到他对我的杀意，于是我便知道他肯定明白我不是柳如烟，他明白自己被愚弄了，被这些卑劣下贱、愚昧、狡诈、恶心的人类再一次愚弄了。九尾天狐垂下头，被泪水模糊的视野里，我看到了近在咫尺的他悲痛欲绝的神情。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你的孩子，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真心实意地想向这位悲伤至极的母亲道个歉。九尾天狐最后看我一眼，然后越过我，纵身扑向天道盟人群。那一夜，九尾天狐大杀四方，周围的宗门闻风而来，加入了绞杀九尾天狐的队伍之中。但九尾天狐太过强大，尤其在丧子的悲愤之下，他根本没有留情，招招皆是杀招，最终激战
9天9夜，终于在各大宗门化神级别的长老们的联手围攻之下，九尾天狐饮恨天道盟，他倒在人群中，最后的视线落在我怀里的灵狐幼崽尸体上。我将灵狐幼崽的尸体抱过去，放在他脸颊边，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轻轻蹭了蹭自己孩子早已冰凉发硬的幼小躯体，然后缓缓地闭上了那双湛蓝如灵狐的双眼。九尾天狐终究没能跨过命中的劫，他宁愿就此陨落，成为不了10尾天神，也要粉身为自己的孩子报仇。我是孤儿，从小被玄机子捡回天道盟，我从不知道什么是母亲，但那一刻，我的泪水止不住地落下。没人告诉过我，但我就是知道，我发自内心的确定，这就是母亲，这就是难以割舍的伟大的爱，就当是报答她的不杀之恩。这一世，我想着如果能在救自己的同时，还能把那只灵狐幼崽也救下来，便好了。于是我来了万宝阁，万宝阁的每一件宝物都有重重守卫看护，更遑论修士们趋之若鹜的珍稀灵兽，直接闯入斗技场救出灵狐幼崽显然不现实。万宝阁里常年有2位炼虚期大神坐镇，更有许多高级灵兽负责守卫，硬闯只会灰飞烟灭。既然不能硬抢，又不能直接买，那便只能智取了。凭借着上一世的记忆，我熟练地避开所有巡逻，溜进了某个包厢里。包厢里，一位红衣女子正依靠在窗户栏杆上，居高临下看着底下斗技场的灵兽互相厮杀的盛况。这位红衣女子满头珠翠，烈焰红唇，乌黑光亮的卷曲长发披散在白嫩的手臂上，媚而不俗的气质，根本不像修仙界的人，反而像一朵热烈绽放的人间富贵花。可我知道，眼前这位根本不是什么富贵花，如果一定要用花来形容她，那么她绝对是一株巨型食人花，吃人不吐骨头的那种。在夏夜无霜见过夜魅姑娘突然来访，多有叨扰，还望姑娘海涵。红衣女子闻声，瀑布般的黑发轻晃动一下，然后她缓缓转过身来，一张明艳如光的脸庞映入我眼帘，熟悉的面容与上一世别无二致。看到眼前这个人还活着，活得那么傲然从容，恣意飞扬，仿佛世上没有任何事物可以玷污她的裙摆，我忽然感到非常安慰。红衣女子将我的反应尽收眼底，她眉头一挑，略有些好奇的笑问：我们以前认识吗？并未。夜魅勾唇：那你为何一见我便露出那种样子？我愣住，夜魅好像看到自己最好的朋友死而复生的样子。我的眼睛微微睁大，我以为自己隐藏得很好了。其实上一世我们并不算是朋友，但是更加称不上是什么最好的朋友，只不过我们彼此都没有朋友，所以我们和彼此的关系可能比起与旁人要稍微亲近那么一点点，只是一点点。夜魅姑娘，在下有一事相求。我将自己的打算告知了夜魅，她支着下巴，听得漫不经心，但中途一次也没有打断我。听完，她懒洋洋地捏起一颗灵果丢进嘴里。所以呢，我有什么好处？我可以和灵狐幼崽的母亲说，你才是救了她的人。夜魅露出了啼笑皆非的表情。我解释道，那只灵狐幼崽的母亲是一只快要晋级的九尾天狐，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吧？我可以将这份救命大恩转让给你，只要你答应帮我救他的孩子。夜魅眉梢高高挑起，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如何？您可以帮我吗？白送的人情我为何不要呢？更何况九尾天狐的人情可不是随便就能得的。夜魅轻轻吐出果核，我答应你。万宝阁当天便发生了一起小小的混乱，2个买家选择了灵兽斗技场拍卖项目，但2只灵兽被扔进斗技场后，其中一个买家突然高喊着：我不玩了，你们这是坑钱，转身就走。万宝阁的侍卫们当然不能放任这个买家离开，因为这个买家选择了灵兽，赢面很大，若他走了，回头谁来支付2只灵兽的价格？一阵激烈的打斗后，那个买家成功闯出重围跑了。万宝阁向来是内严外松，他们严防有人偷偷溜进万宝阁偷东西搞破坏，却很少会拦着别人走，毕竟来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修士，他们轻易不敢得罪人。像这种逃单的行为，他们真是第一次见。幸好另一个选择了灵狐幼崽的红衣买家表示，算了，既然对方不想付钱，那他就把2只灵兽都买下来好了，反正他不缺钱。在一个买家逃单的前提下，万宝阁的人看见红衣女子愿意买单，简直是欣喜若狂，又怎么好意思按照斗技场的规矩弄死其中一只，再让红衣女子花2倍价格买下另一只，自然是将2只灵兽完好无损的双手奉上。夜魅带着灵狐幼崽来到我们约定的地点时，九尾天狐已经在我身边候着了。因为上一世的记忆，我知道九尾天狐会从哪个方向过来，所以我提前拦截了他，告诉他已经有人在营救他的孩子，请他到这里耐心等候，不要贸然出现在人前，以免引起骚乱。九尾天狐灵智甚高，比人类还聪明许多，他看出我并没有撒谎，于是安静地在这里等着。夜魅一出现，九尾天狐立刻扑过去，将幼崽从夜魅怀里叼回来。我在一旁看着九尾天狐母子相聚，欣慰地笑了。九尾天狐转头看我，他嘴巴未动，温厚低沉的声音直接传入我脑海中：谢谢你救了我的孩子。我一惊，连忙摇头，不，我什么都没干，是夜魅姑娘救了您的孩子。九尾天狐直视着我，眼神相当温柔。我在命运的长河中见过你，我知道是你救了我的孩子，谢谢你。我更加惊讶了，九尾天狐是什么意思？他难道也重生了？我正在思索着，九尾天狐转向夜魅，朝他微微点头，感谢你为营救我的孩子出了一份力，今后若有需要帮助的地方，请不吝告知。夜魅摆摆手，不必了，原本救你的孩子也不是我出的主意，是他突然找到我，要我帮忙救你的孩子，我纯粹是闲着没事干才
帮忙的，你不必放在心上。救命之恩，怎能不放在心上？姑娘仁义，本座心领。感恩的话我就不多说了，容当厚报。九尾天狐说罢，眸中光芒一闪，2颗莹润的珍珠凭空出现，落入我们手中。此乃信物，若二位需要帮助，只需捏碎这颗珍珠，本座便会出现。那么二位珍重，有缘再见。九尾天狐叼起灵狐幼崽，一阵风卷着落叶刮过，迷了人眼。再睁开眼时，他已经不在了。叶妹转头看我，笑了笑，你这人还挺实诚，说让给我一个大人情，你就真的让啊？我笑道，不然呢？说好的事还能改吗？服了你了。叶妹拍拍我的肩膀，转身扬长而去。以后记得别那么傻，九尾天狐这样的人情，自己好歹捞一点。他的声音渐渐远去，很快消失在风中。我立在原地，直至他的背影彻底消失，才轻声呢喃道：我傻，你自己不也一样吗？我再次拿出窥天镜，发现柳如烟和萧长风一路追着我的足迹，先是来到神兵谷废弃的炼剑池，发现这里连根毛都没有，于是柳如烟黑着脸找系统，又购买了一次我的足迹，两人便追到了万宝阁。只可惜到了万宝阁，我早已离开，两人再度扑了个空。柳如烟接二连三的受挫，整个人都被打击的怀疑人生了。他从未经历过花了那么多点数，却连目标对象的一根毛都没看见的情况。这个叶无双，他是长了8条腿吗？那么会跑，等抓到他就立刻打断他的腿，看他还敢跑。而且最让他不安的是，在追逐我足迹的路上，每到一个地方，他都有种莫名熟悉的感觉。他总觉得那些地方本该有什么东西，或者有什么人是可以让他得到或者利用的。然而屡次空手而归，让他开始怀疑自己的感觉是否出错了。这种莫名熟悉的感觉，在看到灵狐幼崽的图鉴时升到了最高点。柳如烟抱着自己的脑袋，努力回想，一双赤红的眼睛在他脑中一闪而过。这个地方本应有一个重要的人和他相遇的，可是除了那双赤红的眼睛之外，他什么都想不起来。大师兄，柳如烟抓住萧长风的袖子，声音带着崩溃的哭腔：我跑不动了，我好累，有没有办法让师姐来找我们呢？我总觉得再这样追下去，我们永远都追不上师姐的脚步，她跑得太快了。萧长风面沉如水，他抱紧柳如烟，柔声安抚：如烟师妹，要不你在这里歇2天，带我去将叶无双抓回来向你赔罪如何？不行。柳如烟猛地抓紧萧长风的手，指甲因紧张扣进了他的肉里。大师兄，我想尽快见到师姐，我等不了那么久，那只有一个办法了。萧长风没有追问柳如烟为何如此着急要见一个素未相识的师姐，因为只要是柳如烟想要的，他都会尽力满足，让师尊发玄宗令。如此，所有在外游历的弟子全都要第一时间赶回宗门。幸好如今只有叶无双一人在外面游荡，我们可以回去请师尊发令，如此也不用担心会牵连无辜的弟子。此法甚妙，那我们赶紧回去找师尊吧。柳如烟激动的眼泛泪花，总算见到一丝曙光了。接到玄宗令的时候，我笑了。上辈子直到我死，天道盟都没发出过玄宗令，再有几天300年才开一次的临渊秘境就要开启了。按照柳如烟等人的尿性，多半是想将我召回去搓磨。上辈子宗门的人叫我回去肯定没好事，不是挨打就是挨骂，要不就是挨罚。可是这辈子我根本没跟柳如烟见面啊，她离了我不能活咋地？我都躲得那么远了，这坨臭狗屎竟然还能熏到我，我是该夸她努力还是夸她恶心啊？我冷笑，指尖火焰跳跃，传信纸鹤瞬间焚毁，一丝灰烬都没有留下，谁爱回谁回，屎坑子一个，老娘没那么多时间往里跳。外出游历的弟子，就算收到玄宗令，也并不是每个都能及时赶回的。一个人在外闯荡，什么情况都可能遇到，人家有事耽误了，或者遇到了生命危险，自顾不暇赶不回去，他有种就因为这个而把我逐出天道盟，我还巴不得呢，一天天的什么忙都帮不上，还净拖我后腿，啥也不是。我深呼吸，闭了闭眼，现在我该去最后一战了，最后那张底牌，最重要的王牌，我必须拿到手里。另一边，柳如烟和萧长风在天道盟等了我整整9天，在这9天里，柳如烟不停听到系统的播报，执法堂主赵断流的气运值下降30点，炼丹房主是李长空的气运值下降50点，首席萧长风的气运值下降100点，宿主的气运值下降100点。从第1天每个人的气运值以个位数的速度下降，到了第9天，已经有人的气运值开始以3位数的速度下降了。叶无双到底在这9天里做了什么？柳如烟快疯了，她惊恐地发现气运值的下降还是有规律的，原本气运值越高的人，此时下降的速度就越快，而她和萧长风身为男女主，气运值最高，所以也是第一批登上3位数榜单的人。当其他人的气运值还在以2位数的速度下降时，他们俩已经是100多地下降了，这他妈谁遭得住啊？这跟一觉醒来股票一片惨绿，跌停板了有什么区别？眼看就要亏得血本无归了。柳如烟如坐针毡，急得在屋子里转圈，系统的声音依旧冰冷，但也听得出来，他开始着急了。宿主，当务之急，你还是要尽快攻略气运之子，否则一旦你的气运值清零，任务判定失败，你就会被抹杀。还用你说，我他妈不知道任务失败会被抹杀吗？柳如烟双目赤红，宛若疯癫。可是现在你告诉我叶无双在哪里啊？你说啊，他妈的，你又不能给我发定位，光给个历史足迹有屁用啊？叶无双她长了8条腿，我追不上她好吗？这发瘟的女人，她到底干了什么，让所有人的气运值都掉得那么快？她是给地球打洞去了吗？宿主，你冷静点，
其实我们还有机会。什么机会？再过3天就是临渊秘境开启的日子，秘境寻宝这样的美事，没有修士会舍得错过，叶无双也肯定不会例外。到时候在他进入秘境之前，可是时间这么紧，他赶着进秘境，他还会搭理我吗？如果他直接走人了怎么办？宿主夺取气运之子的气运有很多种方法，并不是一定要讨好他才能够夺取他的气运。你是说打压气运之子，毁坏他的名声，抢走属于他的物品，将他身边人的关爱全部掠夺走，也同样能起到夺取气运的效果。你不早说！柳如烟转怒为喜，疯狂地笑起来。我已经控制了天道盟所有男人的心，接下来只要想办法打压他，坏他名声，抢走他的东西，就可以反过来掠夺他的气运了，是吗？太简单了，哈哈！有天道盟为我撑腰，打压区区一个叶无双，简直易如反掌。看到了死里逃生的希望，柳如烟陷入了癫狂的状态，已经无法冷静理智的思考。他不想死，他不想死，他不想死，他要活着，所以叶无双必须死。柳如烟发癫的时候，我正沉在化神池底部，我在生与死的夹缝里反复重生，反复死去，神魂被撕裂的千疮百孔，险些消散于天地间。但与此同时，每熬过一次熔炼，我的修为便会大幅往上涨一截。金丹中期，金丹后期，元婴前期，元婴中期，元婴后期，化神前期，化神中期，化神后期。我眼看着自己的修为一路飞涨，痛苦似乎也变得可以忍受了。化神池是这个世界设定里唯一一个可以快速升级的地方，它原本是留给男主萧长风使用的。萧长风未从魔尊手中夺回柳如烟，百般无奈之下，只能跳入化神池，遭受血肉熔炼之痛。但他是男主，所以他入湖的时候，体内早已有了上神遗留的残石。这一世，上神的残石在化神池的折磨中起到了极大的保护作用。男主的神魂因为有残石的护卫，整个过程反而感受不到太多痛苦，就像是一个旁观者在看一具肉体来回陨灭重塑，他付出的只是几天等待的时间而已，他只需要等着就可以获得一具淬炼过的强大肉体，而他的神魂也不需要经受被撕裂至消散的风险。不愧是男主呢！我放出神石，惊喜地发现原本根本冲不出水面的神石瞬间铺开在方圆千里之内。由于肉体反复的摧毁重建，我无法准确探知肉体究竟到达了哪个级别，但是凭着神石的范围，我保守估计至少是合体期。如今的修仙界中，合体期的大佬5个指头就能数完，天道盟内最厉害的人，我的师尊玄机子不过是个炼虚中期。即便如此，在修仙界他基本也可以横着走了。他仗着自己的实力，对无辜的我行生杀予夺之权，根本不管我是否冤屈。他一味听信柳如烟的谎言，用实力镇压我的反抗，直至将我扔下万劫台。他似乎从未后悔过自己做的事，他似乎从不认为自己错了，只因为他比我强。想起师尊，我的神魂微微动荡了一下，湖水立刻抓住机会反击，我立刻神魂回首，稳住心神。我竟然还会为那个家伙而难过，大概是我依然记得他将快饿死的我带回天道盟的恩情吧。但再多的恩情，上辈子我都已经还了，这一世不再容情。金色的湖水渐渐变得暗淡，湖水中有千丝万缕的金光争先恐后飞入我体内，被我吸收殆尽。金光入体的感觉并不好受，但是比起血肉融化、神魂撕裂的痛楚，这又算得了什么呢？金光全部涌入我体内，我整个人开始泛起金色的光晕。此时化神池已不是金色的了，它变成了暗淡的灰色，像一个平平无奇的湖泊，再也不引人瞩目。他与我斗争了9天，他输了，于是他数万年积攒的日月灵气便全部便宜了我。化神池的灵气认了主，不再造反，乖乖待在我体内，等我某一天将它们全部炼化为己用。我不再留恋湖底，脚底一蹬飞出水面，我立在岸边探查了一下自己的修为，合体期大圆满，差一线就能够踏入大成期。若我将体内的化神池灵气全部炼化，估计可以直接飞升了。不愧是专门留给男主萧长风使用的作弊器，真的牛逼！我看了一眼暗淡无光的化神池，勾起唇角，差不多该回去算账了。柳如烟该等得不耐烦了吧？我打开窥天镜，发现柳如烟岂止是等得不耐烦，她等得快死了。我这边级别嗖嗖的涨，她那边的气运值嗖嗖的掉，那速度飞流直下3000尺，他人都快掉没了。眼见气运值见底，柳如烟终于等到了临渊秘境开启，她迫不及待地随着天道盟弟子们来到临渊秘境入口处，并立刻要求系统扫描在场所有弟子，务必要将我找出来。由于他级别低，他的系统没办法很方便地扫描全场，需要他不停地走动，靠近每一个需要扫描的目标。于是在人群中穿梭的柳如烟听见了各门派的弟子们都在议论着一件事，听说了吗？临渊秘境昨夜好像被哪个大能强行打开了一次，虽然这会儿是关上了，但秘境里有一个可以强行打开秘境的大能，这趟历练可能会有些危险啊。就是啊，如果不小心碰上冒犯了大能，我们这种小菜鸡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话说到底是哪个大能啊？我怎么记得各宗门的大能都还好好待在宗门里没出去过呀？谁知道啊？莫非是新晋级的大能？怎么会？最近哪有雷劫出现？这种大能晋级的时候，那雷劫范围大到可以覆盖方圆千里，绝不可能错过。柳如烟一边扫描一边听八卦，不知为何，她心中的不安越来越盛。她压制住自己的不安，满场走了一遍，最后系统告诉她没有搜寻到目标人物。柳如烟的心猛地往下一沉，不会的，不会这样巧的。叶无双离开宗门时才金丹修为，怎么可能短短9天就变成可以强行打开秘境的大能？再说她区区一个女子，修仙界至今还没出现过女性的大能呢，所以不可能是叶无双。叶无双一定是还没来。柳如烟努力安抚着自己，告诉自己别紧张，她等啊等，等啊等，直至临渊秘境开启，各宗门弟子们纷纷御剑飞入秘境。柳如烟站在传送门前面，让
系统再次扫描进入秘境的修士，可最终系统仍然表示没有搜寻到目标人物。这群弟子里没有叶无双。柳如烟如坠冰窟，浑身僵硬不能动，他已经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现实了。找不到叶无双，他要死了，他要死了，他马上就要死了。正在他僵立原地时，萧长风过来拉住他的手，如烟师妹，我们该进去了，再晚些，秘境就要关闭了。柳如烟脑中一片杂乱，根本无法思考，只能被萧长风硬拉进去。藏剑冢是一座山，山的形状被雕刻成一柄插入地面的剑，而藏剑冢的入口就在山顶的剑托处。进入了藏剑冢，在没有完成锻造之前不能出来。我敢断言，如果不是鬼手婆婆，如今的修仙界根本没人敢抱着烛龙的宝物进入藏剑冢，因为一旦锻造失败，人就要被永远困在里面。只有鬼手婆婆有这份魄力和自信。炼器师进入藏剑冢后，山顶剑柄末端的那颗巨大的明珠便会发出光芒，这光芒会持续到锻造成功或者锻造失败的那一刻。我已在藏剑冢的底部，剑尖插入地面的连接部位，双手抱胸，残阳剑夹在我双臂之间。鬼手婆婆昨夜已经进入藏剑冢了，而临渊秘境此刻应该已经开启了，很快便会有人找到此处。我闭目放出神识，静静等待。果然，秘境开启不到半天的时间，便有人察觉到藏剑冢山顶发出的亮光，寻了过来，欲一探究竟。合体7大圆满修为的我，能够清晰感知到方圆千里之内的任何细微动静，哪怕是花开的声音，都逃不过我的感知。所以我很轻松听见了秘境中各地修士们的议论：藏剑冢上为何会发光？莫非有人进去了？快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藏剑冢最后一次启动都是300多年前的事了，现在连神兵谷的顶级炼器师都不敢进藏剑冢呢。到底是哪位显的神通啊？莫非与昨夜那位大能有关？十有八九是，那还去做什么？你不怕得罪了大能被人碾死啊？可是藏剑冢启动了，很可能过几天便会有神器横空出世啊！修仙之人怎能趋吉避害？修仙本就是与天争命，眼看着大机缘大造化就在前方，你却瞻前顾后，什么时候能够出头？你不去的话，便留在此处等我回来吧。类似的对话层出不穷，我轻轻一笑，垂下头去，脸颊贴着残阳剑的剑鞘，残阳剑如玉般温润，他似乎也和我一样平静而期待。不知道是谁第一个来到这边呢？藏剑冢启动的消息很快传出了，临渊秘境的门派都有自己的传信手段，弟子们见到数百年难遇的盛况，自然会想方设法通知秘境外的宗门。秘境内向外传信虽然难，但并非不可能的。感受到各门派弟子纷纷动用了珍贵且限制次数的传信手段向外界传信，我忍不住再次笑了起来。熟悉的声音从很遥远的地方传入我耳中，柳如烟说：“大师兄，我们去藏剑冢那边看看吧。”萧长风说：“我先给师尊传信，此事非同小可，必须上报宗门。”片刻后，又听到萧长风说：“好了，如烟师妹，我们出发吧。”我安静的呼吸，仿佛站着睡着了一般。不知过了多久，终于让我听见了那熟悉的语气：“叶无双师妹，你怎么在这里？”两道声音交织同时响起，我缓缓睁开眼，二师兄赵断流和三师兄李长空正站在我不远处，惊疑不定地看着我。我缓缓地咧开嘴巴，扬起了一个等候已久的笑容。赵断流和李长空不约而同地打了个寒战，不知道为何，他们仿佛看到一头毁天灭地的巨兽朝他们张开了血盆大口。经历了上一世，我自然知道在主角和配角行动的时候，剧情之力会强行排斥其他无关角色靠近现场，除非在某些特定场景下需要路人角色围观。我反过来利用了这个规则，于是现在方圆百里之内不会路人角色闯入这里看见我们在做什么。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最适合杀人了。赵断流努力克制自己的寒战，不让自己抖得太厉害，扯着脖子如同寻常一样冲我呼喝：“叶无双，你摆那副死样子给谁看？师尊之前发了玄宗令，你为什么没有奉命回宗？你违抗师令，该当何罪？你给我过来！”自己跪下，他不明白他为何会站立，但是一看见我，他往日对我呼来喝去、蛮不讲理的习惯便控制了他的大脑。他拒绝去思考我的改变，他一门心思只想打压我，以此来获得权力上的优越感。我只是笑，却没有说话，看猴一样轻蔑的眼神激怒了赵断流。他立刻拔出剑，剑尖直指我的咽喉。看来你是在外游荡久了，以为自己翅膀硬了，那今天我就给你教教规矩。说罢，他冲我飞奔而来，朝我头顶一剑劈下。看，他就是这么易怒，而且他只有对我才这般易怒，一言不合便兵戈相向，丝毫不顾同门之意。多年来在宗门里没有人管过他，他针对我，虐待我，打压我，欺辱我，其他人就只是看着。从化神池里出来之后，我就回想起了很多东西。这些人并不是在柳如烟来到天道盟之后才变成这样的，他们从不知多久以前开始就是烂人，烂到了根子里。柳如烟只是让他们变本加厉，更有借题发挥的机会罢了。在柳如烟来之前，他们之中有哪个对我好过，哪个没有欺辱过我，他们都该死。我头也没抬，只悠然举起2指，轻轻夹住他的剑刃。我的姿态轻松从容，如同拈花摘叶，可赵断流的剑却牢牢卡在我2指之间。无论他如何用尽全身力气往下劈，他的剑都纹丝不动，仿佛与我的手长在了一起。本打算冷眼旁观我被劈的李长空看到这一幕，惊讶的嘴巴都合不上，我这才缓缓抬头对上赵断流惊怒的双眼，嘴角的笑容更加浓郁。下一瞬，我双指轻轻一夹，赵断流的本命剑应声而碎，他的剑在我的指尖宛如纸片一样脆弱。赵断流还未来得及反应，我腿一抬，他便如脱了线的风筝高高飞了出去。李长空忙上前接住赵断流，他抵住赵断流的背，巨大的冲击力使得他们不停向后暴冲，两人只能将脚陷入地里，试图抵消这恐怖的冲击力，却没料到他们2人合力还是足足离出数十丈以外才堪堪停下。地面2道深
深深的沟壑提醒着他们方才发生了多么可怕的事情。赵断流捂着胸口软软跪下，一口口黑血连带着内脏血块吐出来，疼得他险些昏死过去。李长空一边提防着我，一边手忙脚乱地翻找丹药。看我无辜被劈的时候，李长空袖手旁观。现在赵断流被我反伤了，他倒是知道上去救助同门，原来他的心不是硬得像铁石啊，他只是不在乎我这只蝼蚁吧。我没有挪动脚步，依旧倚在藏剑种的巨剑身上，好整以暇，看着李长空找出治疗的丹药喂给赵断流吃。我当然不会就这么一脚踢死他，他不配死得那么痛快。我要他们都活着，活着受煎熬，活着生不如死，这才是我想要的复仇。让仇人立死的这种手法不符合我的暴力美学。眼看赵断流就会半条命，李长空扶着他，警惕又戒备地瞪着我。叶无双师妹，你怎能出手伤害赵师兄？你可知残害同门该当何罪？我依旧没有说话，只是微笑。原来当你足够强大而敌人足够弱小的时候，他们连暴怒跳脚的样子都那么滑稽可笑。李长空比赵断流更精明谨慎，赵断流翻车的一幕他尽收眼底，现在他自然不敢随便上来与我对战。虽然他不知道我是怎么把赵断流伤成这样的，他猜测我或许是得到了什么神器，但无论如何，在查清我的底细之前，他不会轻举妄动。回去禀告师尊。赵断流拽着李长空的衣服低声道。李长空点头，两人惶惶不安地看了我一眼，见我还是没有动弹的意思，他们便准备使出缩地成寸的功夫，先逃离此处再说。谁知他们刚转过身去准备跑路的时候，一道落日弥漫的橘红温柔地划过天空，看着这抹柔软的光，赵断流和李长空不约而同地想起了一件事。叶无双虽然如朽木粪土一般粗俗不堪，但她的本命剑却异常美丽，那如诗如画的梦幻色泽，随着叶无双每一次挥剑，都深深映入了人们的心底。她的剑美得如同湿润的晚霞，而随着晚霞消失在空中，他们忽然感觉自己的视线矮了一截，紧接着身体轰然倒地，再也无法行进，因为他们的双腿被连根切断，又因为他们跑得太快，所以身体飞出去一段距离才倒下。他们的惨叫声响彻藏剑冢，赵断流痛得视野模糊，搭着断裂的腿根哀嚎。李长空则面无血色，嘴唇发白，冷汗如雨，他们腿根处流出的鲜血迅速形成了血泊，将他们浸泡起来。在他们的哀嚎声中，我收剑慢吞吞地走过去，出现在他们头顶上方，俯首看着他们，微笑。我允许你们走了吗？李长空死死盯着我，脸上平静无波的笑容，终于绝望地接受了一个事实，出来混的迟早是要还的。另一边，柳如烟跟在萧长风身后，一路没有停留，直奔藏剑冢。不知为何总觉得违和，他总感觉萧长风不该是现在这个样子。虽说他年纪轻轻便结鹰，但是不对，他本应该更强。进藏剑冢又是一个他感觉熟悉却又违和的地方，他本应该来过这里，并且得到什么机缘。可为什么藏剑冢的光芒在他来之前就已经亮起了呢？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柳如烟真的害怕了。当初他的气运值还是鼎盛到爆棚的，都被抽飞出去，更别提他现在气运值已经快清零了。他和萧长风严格意义上来说已经不算是男女主了，但他身边又没有出现新的像主角那样气运鼎盛的人，所以到底是为什么？难道真的是因为那个叶无双？就因为他一个人，一个女人，他就可以颠覆剧情之力，违背世界意志，连面都没露就将世界定义的男女主逼成现在这样，太不现实了。柳如烟不敢相信，两人毫无阻碍地跑到了藏剑冢下。当看到倚在巨剑上的我的身影，柳如烟忽然浑身颤抖起来，系统便发出了尖锐的报鸣。呜啊，是气运之子，他怎么会在这里？他的气运值为什么高成那样啊？他的气运值高到我无法统计。宿主，你到底错过了什么呀？柳如烟面如死灰，死死瞪着我飘逸的身影。我面容清冷，长得很普通，并不是什么绝色倾城的大美人，但我抱着剑往那儿一站，便如顶天立地一般，仿佛任何人都无法将他笔直的脊梁摧折。他大概在想，我一个既不美也不温柔，甚至是被男人嫌恶的女人，凭什么能够以超绝出尘的高傲姿态立于天地间？我有什么底气，又有什么依仗？柳如烟咬着牙，双手攥成拳头，脚步却死死定在地上，寸步不敢移动。萧长风想要冲上前责骂，却被柳如烟拉住。大师兄，那是叶师姐吗？对，那就是叶无双。萧长风满脸嫌恶，他最讨厌的就是我这种一点都不温柔体贴的女人，而且我还长得那么普通。他认为女人如果不美，那就是原罪，而他喜欢的永远是柳如烟这种清纯可人又娇小玲珑的女孩子。柳如烟不知萧长风在想什么，他劝说萧长风不要与我起冲突。萧长风不明其意，柳如烟解释此处并非处置叶师姐的好地方。再说了，家丑不外扬，有什么事情还是等回到天道盟里再由师尊定夺会比较妥当吧。萧长风一听便感动不已，如烟妹妹，你才刚来宗门没几天，就这么为宗门的脸面着想，不像某些人连师尊发的玄宗令都敢不从。说着，萧长风狠狠瞪向了我，我却连正眼都没看，轻飘飘地挪开视线，嘴角挂着清淡的讥笑。柳如烟见我没有反应，松了口气，大师兄过奖了啊。他话音未落，便看到不远处有两截半人参们嘴巴大张着，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因为是倒在地上的悄无声息，加之我的存在感太强了，以至于他们俩说话说了半天，才看见脚边有这么两截玩意儿。赵师兄，李师兄，柳如烟尖叫，惊恐地捂住了嘴巴。萧长风也震惊地盯着地上的两截人参，你们怎么会变成这样？赵断流和李长空痛苦万分，汗如雨下，已经没有力气解释，只不停地用嘴型表示救我。柳如烟不敢靠近这蠕动的两截人参。萧长风粗喘着气，忽而转头怒视巨剑旁的我，是你对不对？是你把他们弄成这样的，竟敢残害同门，该当
当何罪？我兀自抬头望着秘境的天空，天道盟的男人拿的都是同一个剧本吗？怎么说话连台词都不改？各位一见到我就只会说该当何罪。上一世我听了一辈子的该当何罪，这一世我远远躲着他们，但每次见面得到的还是只有该当何罪。经历了上一世，我也明白了一个道理，当有人说你犯下了严重的罪行时，你最好真的是犯了。他们说你纵放烛龙，你最好真的纵放了。他们说你残害同门，你最好真的残害了。如此他们才不敢轻易动。你看，眼下我残害同门的铁证就摆在他们眼皮子底下，那2节人参就是最好的证据。但萧长风却不敢如上一世那般朝我拔剑相向，他面对我时的暴脾气竟然收敛了，只敢站在远处朝我狗叫。上一世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残害同门，仅凭柳如烟的一面之词，他便踢掉了我一根剑骨，任我苦苦哀求，他都没有心软留手。这一世证据就在眼前，他反而退缩了，哈哈！我越想越觉得可笑，嘴角的弧度逐渐加深。萧长风把手摁在剑柄上，再度朝我怒喝：叶无双，给我过来跪下！狗叫，狗叫，还是狗叫！他怎么不直接来砍我呢？也难怪他摁在剑柄上的手因为恐惧而微微颤抖着，虽然他努力克制，但依旧没能逃过我的神识探知。看到自己熟悉的师兄弟被砍成2截扔在地上等死，而凶手却在远处像木偶一样站着不动，任谁看了都会感到很诡异。他胆怯了，畏惧了，他不知道我是如何做到的，他害怕我有后手，真是惜命啊！这群男人，我轻轻合上双眼，懒得再看他们一眼。我料定萧长风不敢过来，就算他撂不下面子，硬着头皮过来替天行道，柳如烟也不会让他这么做的，毕竟他是柳如烟最大的依仗啊。果然，萧长风各种难听的话都骂了出来，什么罪名都给我扣完了，结果我还是不为所动，他面子上挂不住了。赵断流和李长空吃下了续命的丹药，他们喘过一口气，总算不用死了，于是也加入了骂仗的队伍。眼看我还是八风不动，他们不由得将目光投向萧长风，意思很明白，叶无双那贱人，你不去收拾他。萧长风一声极其要脸，怎么受得了这样的羞辱？要他承认自己怕了我，比杀了他还难。眼看他就要冲过来，柳如烟果然及时出手，拉住了萧长风。大师兄别去，小心有诈，我们还是先禀告师尊，让师尊来处理吧。再说了，2位师兄也急需救治啊。柳如烟的梯子递得非常及时，萧长风猛地从惶恐中惊醒，一头冷汗，心有余悸。对，如烟妹妹说的对，我们先把伤员带出去吧。柳如烟、萧长风2人商量的正好，结果赵断流和李长空却在一旁打起了摆子，连连摇头，万万不可，这又是为何？柳如烟不解，赵断流拽着李长空的衣服低声道：我们俩正是在离开的时候被他砍断双腿的，我们甚至没看清他怎么出招的。他说在他允许之前，没有人能走出藏剑冢。柳如烟浑身一僵，萧长风的五官也凝固了，2人慢慢的转向我，仔细的观察，这才发现我虽然抱着剑，看似是防御姿态，但我的手一直握着残阳剑大拇指，甚至将剑膛往上顶出一段距离，剑身出鞘，露出了一截晚霞的色泽。我的剑一直处于出鞘的状态，只不过没有完全将剑拔出而已。剑出鞘是攻击的姿态，我并非在防御，我一直在攻击。柳如烟的脸色顿时变得惨白，9天时间转瞬即逝，不得不说，剧情之力真的很强大。秘境里有那么多个门派的修士，都看到了藏剑冢的异象，但整整9天，愣是没有一个剧情之外的路人角色不小心闯过藏剑冢。在这9天里，柳如烟和萧长风不止一次想硬闯出去，但始终没能成功。萧长风差点因为逃跑而被我砍断双腿，要不是我手下留情故意砍偏，他早就成为第3节半人参了。但我也没让他好过，那一剑我砍在了他大腿根，划开了他的大动脉，害得他流了好多血，也亏了他们一身保命的法宝丹药，硬是将萧长风从濒死边缘拉回来。要是换个路人角色，早就凉透了。不愧是男主打不死的小强，打不死好啊，能够多玩几天。我始终保持着你在巨剑旁的姿势，哪怕是出剑砍人，他们都没看出来我的姿势有变过。合体期大圆满的修为，速度早已快得让他们没有办法捕捉。我在等，戏还未到高潮，演员也没到齐，我怎么能随随便便把最重要的一幕戏给唱了呢？所以我还在等。柳如烟无力地歪在墙角，她已经开始绝望了，她的气运值早已见底，却至今没有清零。她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但这种在濒死边缘反复试探的感觉早已让她崩溃到麻木。她不笨，所以她早就察觉到我的意图。她唯一想不明白的是，我到底想留他们到什么时候？他们就像是老鼠，被我这只猫玩弄于股掌，生死不过我一念之间。我不杀他们，却也不放他们，兵在旗下，却迟迟不落下不知何时会降临的死亡，比确切知道死期的死亡更为折磨人。就在这时，秘境的空间出现了波纹，有人正试图用自己的等级压制秘境的法则之力，强行撕开一道口子进来。我睫毛轻轻一颤，嘴角勾起来了，我要的人终于到了。玄机子带着天道盟几大长老来到了藏剑冢，他们仙风道骨，衣袂飘飘，宛若一群谪仙从天而降。柳如烟等人一见，眼中顿时尽射出惊喜的光芒。师尊，您来了。玄机子一眼便看到了自己最宠爱的几个弟子被折磨得不成人形，顿时大怒：叶无双，你心狠手辣，残害同门，你可知罪？我微微转头，歪着脑袋，以非常不敬又懒散的姿态回望他。我都不用开口说话，光是这副做派就足以将玄机子气个半死。
死。不知为何，天道盟的男人对我总是非常没有耐心，暴躁得很，修道修进狗肚子里去了。玄机子指挥其他人救治赵断流等人，自己则一挥袖袍，拔剑朝我刺来。玄机子乃剑修第一人，不过100岁便已进入了炼虚中期，在修仙界横着走，他自然不需要像弟子们那样多有顾忌，想砍谁就砍谁，一句废话都不必多说，这就是实力带来的底气。但他傲了许多年，今天终于要踢到铁板了。我静静看着他的剑朝我头顶落下，他那迅疾如电的动作在我眼里慢得出奇。剑快要触到我的头发时，我微微一闪，他的剑便擦着我的手臂落下，没有伤着我分毫。他一剑劈空，身形禁不住踉跄了一下，他眼中写满了惊愕，但他没有犹豫，立刻反手再次一剑向我刺来。我依旧闪避，没有出手。我们的战斗在我眼里慢得像蜗牛在爬，但在旁人眼里却快得肉眼几乎无法捕捉，只剩下风一般的残影在交织。众人又惊又疑地盯着，不明白为什么打了这么久，过了那么多招，却依然没能等到我落败。按理说，玄机子一出手，叶无双就该跪下了呀。玄机子越打脸色越差，他的剑连我一片衣角都碰不到，这只能说明一件事，我的修为已在他之上。但这怎么可能呢？你为什么不出招？玄机子忍不了了，冲我怒喝。我正待开口，却听藏剑冢上传来一声兴奋的长啸：叶无双，快来，坐好了。闻言，我立刻一脚踹飞玄机子，反身就朝藏剑冢上冲去。玄机子被我踹得倒退数步，见我冲得猛，他知道藏剑冢上必有奇遇，于是他顾不得许多，又生平最快的速度追在我身后。但区区炼虚中期，怎么可能跟我合体期大圆满修为比速度？刚才都是让着他而已。此时我真的撒开了跑，玄机子根本没有追的余地，他刚迈出2步，鬼手婆婆手中的宝器就全部转移到我怀里了。龙脊剑、龙鳞神甲以及烛龙宝盒，一攻一防一法器，我瞬间穿上这一整套烛龙装备，刻意压制许久的合体期大圆满修为终于可以毫无顾忌地释放出来了。玄机子小人给我死，灌输了澎湃凌厉的龙脊剑，以开山裂地之势劈向玄机子。伴随着我的高声怒喝，剑锋化作烛龙影，巨大的龙影自空中扭动舒展，龙头张开，血盆大口随着剑锋一起向玄机子咬去。烛龙，这是烛龙呀！藏剑冢下的惊呼声此起彼伏。玄机子刹住脚步，转身就逃。他再傻也看得出来，我的修为加上烛龙的宝器，根本不是他区区一个炼虚中期可以抗衡的。估计他也回过味来想明白了，我刚才为何不出剑，因为那时我手中的剑是残阳，而残阳无法承载合体期大圆满修为源源不断灌输的灵力，而炼虚中期的攻击强度也并非残阳可以承受的。我不想碎掉残阳，于是一直在闪避忍让，一直至拿到了龙脊剑。龙脊剑根本不在乎区区合体期的灵力，因为再多他也吃得下。龙影如出笼的猛兽，不容抗拒，一口将玄机子吞下。玄机子发出凄厉的惨叫，鲜血碎肉自龙口中尽渐飞射，场面极为恐怖。其余人等见状，终于想起来了，自己不能在一旁站着看戏，于是纷纷上前抢救玄机子。在几个长老合力围攻之下，我佯装不敌，退回藏剑冢上。他们趁机将玄机子从龙影笼罩的范围里拖出来，一部分人负责救治玄机子，另一部分人则负责警戒，仿佛生怕我在对那堆血肉模糊分不出人形的烂肉做什么。飞回藏剑冢上，我和鬼手婆婆一块欣赏龙脊剑的锋芒，压根懒得搭理台下那几个蝼蚁般渺小的人影在做什么。小叶啊，老身已完成了你的嘱托，现在老身该回去了。鬼手婆婆爱不释手地抚摸着龙脊剑，再摸摸我身上的龙鳞神甲，最后恋恋不舍地将手收回去。鬼手婆婆请我挥挥手，秘境空间再度出现波纹，撕开了一道裂缝。鬼手婆婆点点头，最后看我一眼，随即跨入裂缝，消失不见。我站在藏剑冢边缘，俯视着地上的人影，我看到有人在抢救玄机子，有人在不停地发送传信命令摇人，以及四面八方开始有路人角色朝藏剑冢赶来，剧情之力开始崩坏了。藏剑冢不再是只有主角和配角才可以进入的禁地了。柳如烟在一旁看着众人为抢救玄机子而乱作一团，再看看藏剑冢上游走的烛龙之影，整个人僵直在原地无法动弹。他在心中颤抖地询问系统：完了完了，剧情彻底崩坏了，连玄机子都被打残了，现在我该怎么办啊？系统也震惊不已。玄机子是前期维护柳如烟的主力军，炼虚中期的他在天道盟是说一不二的，不管柳如烟做什么，他都兜得住。后期加入了魔尊的剧情，他区炼虚中期有点不够看了，于是才会让男主萧长风跳入化神池，飞速升级变成合体期，再出来为女主柳如烟撑腰。但现在女主的依仗一个接一个的废了，赵断流和李长空就不说了，只剩半截，能指望啥？萧长风早就被叶无双吓破了胆，玄机子要把那滩烂肉重新捏成人形还挺费劲的。系统掰着指头算了半天，发现只剩下一个魔尊还勉强可以跟叶无双过2招，但也仅仅是过2招的程度，第3招就要跪在叶无双面前喊姑奶奶饶命。这个小世界被叶无双打爆了，剧情彻底崩了，怎么办？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站在高高的藏剑冢上，俯首盯着地面上的柳如烟，辛辛苦苦把剧情走到这里。柳如烟，你不要让我失望啊，该显出真身了吧？萧长风正忙于抢救玄机子的时候，忽然感到身侧涌出了一股不祥的魔气，他吓得转头看去，却见站在他身旁的柳如烟不知何时竟被魔气包裹，黑色的魔气冲天而去。柳如烟双眼赤红，指甲长而发黑，俨然如魔君一般。如烟妹妹，你这是怎么了？萧长风快崩溃了，接二连三的打击让他的世界观都开始破碎了。其余人等看见这一幕，顿时大骇，是魔族，有魔族混进来了。柳如烟缓缓从地上升起，她洁白的长裙逐渐染上了深不见底的暗黑，属于魔族的黑色羊角从她头顶伸出来，蜿蜒
至他的肩膀，他身上再也没有一丝灵气，取而代之的是浓浓的魔气与死气。魔气染红了他的双眼，死气则让他的皮肤显出了不自然的青紫之色。我听见他的系统在尖叫：宿主，你觉醒魔族血脉了！这会儿到处都是正道修士，你会被他们撕碎的！我的天爷，怎么偏偏就挑了这个节骨眼来觉醒？咦，等等！系统的尖叫戛然而止，很快换上了兴奋的叫喊：宿主，你的气运值开始回升了！天哪，总算是回升了！柳如烟看着自己的气运值以极快的速度向上飙升，她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叶无双，他冲藏剑冢上的我放声大喊：你敢不敢与我一战？说话间，他从储物袋里掏出了一把剑，魔龙刃。剑不是普通的魔龙刃，而是在魔域的深渊之中，被无数魔气和死气浸染了数千年，已经被染成了漆黑的剧毒魔龙刃。只要被他伤到，就会立时血肉溃烂，被魔气与死气侵体而亡。他的毒无药可解。这把剑我上辈子在魔尊手里见过，原来这是柳如烟的剑啊！上一世魔尊便是凭着这把剑杀的修仙界血流成河，最后还是萧长风跳入化神池之后，修为提升了，才在个门派长老的帮助下打退了魔尊，但也仅仅是打退参与战斗的人中有半数被魔龙刃砍中，神魂俱灭，还有许多人受了重伤，今后修为再不会有寸进。这把剑是修仙者的克星，我笑了，终于等到你了，柳如烟。那一天，萧长风站在藏剑冢下方，瞠目结舌地凝望着藏剑冢上空交战的两道残影，他从不知身边娇小可人、温婉甜美的如烟师妹竟是魔界战力第一的魔族公主，他更不知一向沉默寡言的叶无双师妹竟然能和如此恐怖的柳如烟打得难分高下，没有人能够插入他们的战斗之中。越来越多的修士赶到了藏剑冢下，也同样看见了这令人震惊的一幕。什么？天道盟的弟子里有魔族，而且还是这么强大的魔族！天哪，这简直是最大的丑闻！天道盟该不会跟魔族勾结了吧？你别说，你还真别说，他们天天跟在那个魔族屁股后面献媚，这还真说不准。听见其他门派的弟子们讨论的越来越离谱，天道盟的弟子们都急了，指着空中另一道天瓢色人影辩解道：谁跟魔族勾结了？你们没看到跟那魔族对抗的人是我们的叶无双师姐吗？叶无双是谁？你们天道盟不是只有一个女弟子柳如烟吗？就那魔族吗？我记得她不是还被玄机子收为关门弟子了吗？前不久天道盟不是还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拜师宴？你别打量我年轻就以为我好糊弄，我记性好着呢。天道盟众人真的要气死了，怪只怪以前玄机子等人总是漠视叶无双，导致叶无双在天道盟几乎是查无此人的状态，其他门派的人不知道也是正常的。再说之前给柳如烟的魔族搞的一堆事情也确实是太过了，一个小小的炼气期的弟子，凭什么举办那么隆重的拜师宴呢？这下好了，整个修仙界都知道柳如烟是天道盟玄机子的关门弟子，并且深受天道盟众人的爱戴，这回想撇清关系难了。听见众人的争执，玄机子短暂的清醒了过来，很快看到空中魔化了的柳如烟，他又再度气血攻心，晕死过去。萧长风就在此时，天空突然爆出刺目的白光，众人猝不及防被闪瞎了双眼，纷纷捂着眼睛哀嚎。一股气浪翻滚而来，众人还看不清东西，便被击飞出去，众人被打得七零八落。他们揉着眼睛努力看清烟尘中心的人影，烟雾逐渐散去，是那道天瓢色的人影依旧站立着，而那不祥的黑色身影则倒在地上，被站立着的人踩在脚下。好，众人顾不得身上的疼痛，也顾不得拍干净衣服上的尘土，个个蓬头垢脸地爬起来，高举双手在头顶拼命地鼓掌。无双仙子赢了！无双仙子！我轻轻掀起眼睫毛，朝远处扫了一眼，都是一些上辈子见过的面孔，此刻他们脸上洋溢着我从未见过的狂热崇拜之色。是吗？这辈子我是仙子吗？我将同门师兄弟砍成两截，把师尊打成一滩烂肉，结果我还成为了仙子，真的好想笑啊，但是笑不出来。我脚下加了几分力，踩得柳如烟的骨头吱嘎作响，柳如烟痛得惨叫起来。叶无双，你别得意，这个世界崩了，我还可以去下一个世界，但是你却只能永远留在这个剧情崩坏的世界里哈。他笑声中断，猛地吐出一口黑血，我没有感情的勾勾嘴角，笑啊，怎么不笑了？是生性不爱笑吗？被我突然加重了力度踩得骨头断裂的柳如烟，疼得说不出话。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东西？我冷冷地望着他，你不过是一个投机者，你并不生于此，也不长于此，你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感情，你也不在乎它会变成什么样。像你这样的外来者，本不应该得到世界意志的庇应，但是猜一猜，你为什么能够获得如此多的机遇和气运？柳如烟愣住，问我在说什么。柳如烟，从始至终，我要对付的人都不是你。如果你以为我数万次熔炼自己的肉体只是为了收拾你，那你也未免太瞧得起自己了。我举起龙脊剑，剑锋对准了柳如烟的脖颈，还是不肯现身吗？那就别怪我毁掉你最得意的作品了。你敢！就在剑锋即将没入柳如烟的脖颈时，空中突然传来一声惊雷，炸得众人耳膜撕裂，鲜血从耳道中流了出来。我见势不改，手中的龙脊剑依旧稳稳地扎向柳如烟，却有一股巨力伴随着怒喝袭来，把我打飞出去。龙鳞神甲银光一闪，泄了大半的力道，我却仍旧飞出好远，才勉强控制住身形。一个高大魁梧的黑色身影自柳如烟身边显现，他与现在的柳如烟一般，双目赤红，头上已长着黑色羊角，连身上的黑袍都是一个款式的罗刹鬼王，柳如烟上辈子的反派男二。他弯腰抱起柳如烟，为他灌输了魔力，助他快速恢复。我当然不会眼睁睁看着他
他就柳如烟。我提起龙脊剑，眨眼间飞回藏剑冢上，一剑朝他眉心刺去。还不现身是吧？看剑，叶无双，如烟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要如此针对他？罗刹鬼王一边抱着柳如烟闪避我的剑，一边着急地喊着。我冷笑，还装？那就去死吧！我的剑突然化作了无数的剑，剑雨不由分说以雷霆之势射向罗刹鬼王。罗刹鬼王被笼罩在我的威能之中，根本无法闪躲，只能眼看着无数剑刃刺穿了自己的身体，将自己扎成了筛子。饶是罗刹鬼王也经受不住龙脊剑穿体之痛，龙影寻到了他的根骨筋脉，狠狠一口咬上去，根骨碎裂之痛堪比灵魂撕裂啊！我用剑锋挑起罗刹鬼王的下巴，还是不肯现身吗？你真的这么舍得？别忘了，这2具身体是你好不容易才找到的素体，你已等了1个万年，难道你还准备等下1个万年？罗刹鬼王双目浑浊，茫然而困惑。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龙脊剑绞杀的灵魂是没有转世的。我神色淡然，你再不现身，他们就没有下意识了。这场无尽的轮回将会在今天结束。我话音刚落，便清楚地看见罗刹鬼王眼中的茫然之色尽数褪去，取而代之的是洞悉一切的深邃与冰冷。他猛地抬手捏住我的剑锋，想不到你这样的小虫子也能把本尊逼出来。哈，本尊真是老了。他指尖一弹，我的剑便剧烈震动，那震动之迅猛，使得我根本来不及松手，腕骨和臂骨便被齐齐震断，碎成齑粉。我的右臂软软垂了下去。他还想伸手来抓我，我却先一步退开，飞跃到藏剑冢的另一端。站住！我改为左手持剑，剑锋对准魔尊的咽喉。你终于肯出现了。魔尊，不对，我看着他脸上扬起的阴邪笑容，冷冷道：我们分立藏剑冢，东西两端，狂风卷起了我们的衣摆。魔尊咧开嘴，笑得散漫而轻蔑。小虫子继续像前几世那样当一只无知无觉的虫豸，不好吗？这一世你为何要反抗至此？你又为何要不停地重复轮回？我的声音冷似寒冰，像一只虫豸那样无知无觉地沉睡，不好吗？大胆！魔尊朝我轻轻瞥了一眼，他并未吟唱任何咒语，连指头都没有动，仅仅是看我一眼，我的胸腔便深深凹陷了一块，宛如被无形的巨手一拳打中，鲜血与破碎的内脏被我咳了出来。我连忙用龙脊剑筑地支撑住自己软倒的身体。我知道，以我如今的修为，根本不是魔尊的对手，即便是合体期大圆满修为，在魔尊面前不过是可以随手碾死的蝼蚁罢了。敢在本尊面前逞口舌之快，想必已经做好神魂俱灭的觉悟了吧？魔尊漫不经心地说着。我擦擦嘴角的鲜血笑了，这次是真心的笑。很可惜，魔尊，这次就算你让我神魂俱灭，你也赢不了了什么？我扯开衣襟，露出烛龙留在我胸口上的印记。烛龙，灵凤就在这里，就在藏剑冢，你来吧。众人只觉得眼前一花，山一样的黑影凭空出现在他们头顶，将整个藏剑冢笼罩起来。烛龙，是烛龙，快跑来看热闹的修士们吓得拔腿就跑，剩下的人也各自搀扶着，连拖带抱的将伤员一并带离了藏剑冢的范围。萧长风一边跑一边回头看，却只能看到烛龙巨大卷曲如粗壮的藤蔓一般扭动滑行的身躯，而藏剑冢上那2个小小的身影早已被烛龙遮挡得严严实实，这已经不是他能窥探的战斗了。烛龙为了能够顺利行动，刻意缩小了自己的体型，即便如此，他也把整个藏剑冢装满了。当他立起身子，龙头依旧比藏剑冢的剑柄还要高出一些。烛龙环视一周，看见了我，也看见了不远处的魔尊。魔尊，你也在此处。烛龙一眼就看出了罗刹鬼王体内的灵魂是魔尊，但烛龙自己就已经是这个世界里媲美神的存在了，所以他不需要给任何人面子。魔尊显然并没有想到烛龙会就这样出现在他面前，他愣了一会儿，眉头拧成了川字。烛龙，你不在洛神渊猫着跑这儿来做什么？烛龙懒得搭理他，龙尾一甩，直接将魔尊抽出100丈远。魔尊顺着尾风飞出去，好险没有被烛龙抽死了，否则魔尊的这只肉体要被打成肉酱。魔尊立在100丈之外，铁青着脸不敢再靠近。烛龙的脾气可没有比他好多少，在绝对实力面前，哪怕是魔尊也会知道收敛。烛龙回头看我，人类，你说灵凤就在此处？我点点头。烛龙再度转动，龙头四下环顾，这地方逼仄得很，怎么装得下灵凤？喂，灵凤，快出来！烛龙大声呼喊，但是没有回应。烛龙静静地听着，他仿佛凝固了一般，目视着远方的迷雾，声音冷到了极点。人类，你解释。我看见烛龙眼中拼命压抑的愤怒和恐惧，他那么聪明，其实不需要我多说，他应该也能猜到了，但他不想承认，所以他要我解释。我努力调息，好让自己凹陷的胸腔可以勉强维持呼吸起伏。灵凤就在这里，再强大的存在也会消亡。烛龙再也听不下去，他一头撞去将藏剑冢撞了个粉碎，而我早已飞离藏剑冢。魔尊离得更远了，生怕这远古巨兽发起疯来，连他也一块撞碎，而我则悬在烛龙上空，静静看着他，癫狂的样子。灵凤才没有死，你在骗我！该死的人类，你竟然敢骗我！你竟敢！烛龙猛地停下了撞击，一双树瞳龙眼睁得极大，大到眼眶自裂，2行血泪毫无预兆地流了下来。当藏剑冢被彻底粉碎之后，终于露出了里面被隐藏了数千年的秘密，闪耀着夺目色彩的红色山体一寸寸爆裂开，散溢出遮天蔽日的灵气。当它们终于消散，藏在山体中的灵凤残躯现世，空洞的眼睛早已失去光泽。烛龙静静地凝视那对灰白的眼睛，仿佛凝视了1个世纪之久。他们俩自天地间诞生，本就是一体的，只不过一个化作灵凤，一个化作烛龙，互相纠缠，至死不休。可是为什么灵凤要先他一步离开世界，只留下他自己独自面对这陡然间不堪重负的漫长生命呢？烛龙的头似是不堪重负，缓慢地垂下大颗大
大颗的血泪砸进尘土中。我也看到山体中露出的灵凤的头颅，一代神兽陨落，那毫无生气的尸首让人不忍细看。撇开了视线，烛龙，你应该也想到了吧？为什么你感应不到灵凤的消亡？看着满地的碎石，我叹了口气，就是因为藏剑种啊，属于神明浩如烟海的灵气，一旦消散，必然能够第一时间被烛龙感知。于是，为了解决这一隐患，有人在灵凤的尸体上构建了一个灵渊秘境，还刻意用藏剑种镇压其上。数千年来，人们不断采伐秘境中充盈灵气的素材，把它们拿走，用以巩固自身，提升修为。殊不知，他们的所作所为其实是在帮忙分尸啊！若非有我这个重生之人存在，恐怕等灵渊秘境都被采伐光了、溃碎了，灵凤的血肉魂灵全部消散殆尽，烛龙都不会知晓。从此以后，他便只能在无尽的等待中耗光自己的寿命。他可能至死都不会明白为什么灵凤不回来找他。是谁？烛龙把头垂得很低，声音也低得像是从地狱传出来的丧钟。我将视线投向100丈外的魔尊，烛龙浑身一颤，他慢慢的抬起头，树瞳龙眼猛地射出红光，锁定了100丈外的魔尊。是你！烛龙拔地而起，以摧枯拉朽之势扑向魔尊。魔尊猛地一惊，下意识祭出了他最强的保命法器灵凤甲。当看到那法器上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凤凰花纹，烛龙彻底发疯了。果然是你，真的是你！砰！随着烛龙的尖笑，万吨的龙身如一座泰山从天而降，狠狠砸在魔尊身上。如果说在拿出灵凤甲之前，魔尊还想狡辩，那么当他拿出灵凤甲的一刹那，说什么都没用了。这就是铁证。我并非不能理解魔尊的心情，他其实也不想拿出灵凤甲，但他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自保了。面对暴怒的远古巨兽烛龙，他就算使出浑身解数都未必能逃过全尸。情急之下，为了活命也只能将自己的罪证拿出来，先挺过第一招再说。可谁知道没有第二招，烛龙抱着与他同归于尽的心态，直接把自己全身都砸了过去。这分量别说魔尊的小身板，就算是体型与烛龙相仿的神兽灵凤在场，也要被他砸得眼冒金星，半天缓不过劲来。魔尊的肉身当场被碾没了，魔尊的神魂慌张逃窜，却被烛龙的威能禁锢，无法离开原地。烛龙砸上去之后还不解气，他用头撞，用龙尾抽打，硬生生将地皮夯下去几层。魔尊的神魂被烛龙折磨得奄奄一息，如风中残烛，眼看就要烟消云散。但我知道他没那么容易死，他还有最后一个大杀招没有使出来。我抬起手摸了摸自己耳垂上的珍珠耳环，这是最后的最后了。我这么告诉自己，深吸一口气，我指尖用力，毫不犹豫地捏碎了珍珠耳环。珍珠碎裂的那个瞬间，连空气中漂浮的尘埃都静止了。紧接着，一道深不见底的虚空裂缝横亘在苍穹之上，一只遮天蔽日的雪白巨爪从中探出，那爪子上缭绕着令人窒息的神威，带着毁天灭地的力量，重重地拍在了魔尊身上。轰隆一声巨响，刚刚还不可一世的魔尊，此刻像只死狗一样被死死按在地上摩擦，发出了凄厉至极的惨叫。尘烟散去，一只拥有10条尾巴的通天白虎显现真身，它浑身散发着圣洁的金光，那双湛蓝的眼眸冷冷地俯视着魔尊，声音如洪钟大吕般响彻天地。动我的恩人，你问过本座了吗？魔尊惊恐万状，他拼命挣扎，试图释放出本源魔气去污染天狐的爪子。若是普通的妖兽，或许真会被这万年魔气所伤，但此刻降临的是已经解开心结，晋升为10尾天神的存在。那些魔气刚一触碰到天狐的金光，便如同雪花落入滚油，瞬间被净化得一干二净，连一丝烟都没冒出来。趁着魔尊被压制的空档，我吞下了鬼手婆婆临别前塞给我的9转还魂丹，药力在体内化开，那被震碎的臂骨和塌陷的胸腔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我握紧手中的龙脊剑，借力站起，一步步走向那个被按在地上的黑色神魂。魔尊还在哀嚎，还在试图求饶，但我眼中的杀意不减少。魔尊，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我走到他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他那张扭曲的脸，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你霸占了我的东西这么久，是不是该还回来了？把你体内那块骨头给我吐出来。魔尊听到骨头2字，那原本就惊恐的神魂更是剧烈颤抖起来。原来这个老东西之所以能苟活万年，肉身被毁还能保持神魂不灭，甚至能在各个小世界中兴风作浪，全是因为他私藏了属于我的一块剑心神骨。他将这块神骨炼化成了自己的护心镜，日夜温养，汲取其中的神力。这也是为什么我重生归来，虽然修为一路暴涨，却始终觉得差了一口气的真正原因。因为我的身体还缺了这最后一块拼图。我不再跟他废话，直接闭上双眼，口中念动起上古神咒，那是只有我自己才知道的召唤神骨的密咒。随着咒语的念动，被天狐死死按住的魔尊突然发出了比刚才凄惨100倍的嚎叫，他的胸口处开始透出刺目的金光，那块被他强行炼化的神骨感应到了主人的召唤，开始剧烈反抗，在他体内左冲右突，要破体而出。魔尊痛的神魂都要溃散了，他绝望地向我伸手，给你，我都给你，快拿走，放过我，求求你放过我。晚了，我冷笑一声，猛地睁开双眼，大喝一声归位。扑哧一声，一道金光彻底冲破了魔尊的神魂，直直撞入我的心口。刹那间，天地变色，秘境中万剑齐鸣，仿佛在迎接他们的君王归来。神骨入体，严丝合缝，一股前所未有的庞大力量瞬间充盈了我的四肢百骸，整个灵渊秘境里残存的灵气像是疯了一样倒灌入我的体内。合体7瓶颈，大成7瓶颈。
渡劫期，我的修为一路势如破竹，直接冲破了这个世界的极限。那一刻，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我的脚下颤抖。真正的无双剑神回来了！我举起手中的龙脊剑，剑身因为承受不住我体内浩瀚的神力而微微颤抖，发出嗡鸣。对着魔尊那已经残破不堪、奄奄一息的神魂，我轻轻挥出了一剑，不！魔尊发出了最后一声绝望的嘶吼。魔尊的神魂一点点在空气中湮灭。这一剑不仅斩杀了他在此处的神魂，更顺着因果线直接重创了他连接域外的邪神本体，彻底断绝了他复活的可能。一切尘埃落定，烛龙化作人形。那个桀骜不驯的远古神兽此刻却哭得像个孩子，跪在灵凤巨大的尸骨前痛哭流涕。最后，他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化作一道纹身附在我的手腕上，随我一同去往上界。他说，哪怕只有1/1000的希望，他也想在更高的位面寻找复活灵凤的一线生机。我收起龙脊剑，回到天道盟。萧长风、赵断流、李长空，还有那个勉强被拼凑起来的玄机子，他们惊恐地看着我，等待着死亡的降临。但我没有杀他们，杀了他们太便宜了。我抬手打出几道灵光，彻底废了他们的修为，断了他们的长生路，却留了他们一条命。我看着萧长风那张曾经不可一世的脸，淡淡的说道：我要你们活着，我要你们在这片被你们亲手毁掉灵脉的废墟上，像乞丐一样苟延残喘。我要你们看着我飞升，看着自己一天天衰老腐烂，受尽世人的唾骂和白眼，永生永世在悔恨中度过。天道盟塌了，那个建立在谎言和我前世尸骨之上的虚伪修仙界也随之崩塌。从今往后，这里只有凡人，再无修士。我立于云端，最后看了一眼这浑浊的人间，这脏透了的地方，我不稀罕。我转身挥剑斩向苍穹，轰隆一声，天门大开，金光铺路，我头也不回地踏入天门，只留给这个世界一道绝世的背影。从今往后，世间再无叶无双，却永远流传着剑神灭世重生的传说。